欢迎来到请多包涵，我是老熊，我是杨凯涵。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今天要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真的占便宜吗？有，我记得小时候有老师有教过这个，吃亏不一定就是占便宜，应该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啊。对，他教吃亏就是占便宜，但是。有时候这被吃亏了，就是真的吃亏，这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耶。真的，而且我还可以接一句：免费的最贵。所以很多东西你往往好像说，我好像占便宜，我现在很爽，有没有？对也是要付出一些想不到的代价哦。所以呢，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吗？那可不一定。所以呢，看似无害，也有可能是你的阻碍呀。比如说，一段时间才发现说，我被占便宜了，会不会很干？超干。对呀，那就像温水煮青蛙像有一些人就是那个顺便啦，一下下啦，顺便这种事情真的蛮多的。比如说买个饮料顺便好，比如说可能他拿的饮料很便宜，假设我们不是要计较钱，但你每次那几十块顺便，然后就不给人家，这样累积起来，经年累月也是好几百、好几千呢。而且他说实在的，而且是一个饮料几十块，你也不愿意出。可是就有这种你也要贪，有啊，因为我们念书或者是工作有遇过啦。有啊，我常遇过这种啊，真的假的？很多遇过啊，就是那个，其实我们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都会，如果我今天中午去吃饭，回来要买饮料，都会问一下说我要买什么饮料，有没有人要喝？就会大家来999嘛，然后就一起订嘛，一订了就顺便带回去。就订手摇饮之类的，对，然后呢，就会有人就刚好我刚好身上没零钱啦，对，怎么每次都那么刚好？对，然后现在好了，现在你可以赖配我还好，那你就有说我不用赖配，那就是会这样子就忘记了，时常就是这样，有人就因此这样而忘记。老实说，我自己也会。比如说有人买咖啡问我说要不要喝，我说好帮我买一下，顺便。可是我都会先给钱我都是先给。我是只要不忘记一定会给。如果今天忘记，我下次见到面隔天，但你还是会给，我还是会给。我就不好意思，昨天忘记了，我今天给你这样子。可是我发现有一些人是很计较的，很计较哦，就是他会很记得，他可能不好意思再跟你讲，可是他其实很计较说那个老熊50块也还没有给我，那你虽然第二次还他，可是他心里面已经累积对你不爽。对啊，就是有一些人会膈应，可有时候真的是忘记，但你忘记你就讲，你也不要不讲，然后闷在里面。对，那不讲被默默占便宜的人到底又在想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跟大家闲聊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吃亏的问题，就是很干。为什么要让这些人默默占你便宜？为什么让他得逞呢？对啊，那个感受性的问题。对，好，我们来大概呢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大概是有哪一些默默占你便宜，看起来无害，久了其实是阻碍，北宋也是一种阻碍。好，就像你讲说，其实久了它也是一条钱呢。对啊，像我以前在购物台的时候，我曾经听就是工程班的朋友，工程班的以前的同事在讨论，因为工程班可能让男生有时候压力大要干嘛，可能需要抽烟啊，然后放风或干嘛，那他们也会互相找人帮忙买烟什么。烟其实后来现在也蛮贵吧，一包很贵啊，现在越来越贵，我已经不知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但好像现在都有100多，还有更贵的吧，我不知道。那你说烟以前不贵，应该好几十块也有吧？然后如果你每一次叫人家帮你买烟，每次都久没有给人家钱，人家真的不爽，因为我听过。有啊，因为烟跟饮料比起来，烟的单价其实又再高一点。烟很高，而且烟的怎么讲？烟的买一包烟，现在买一包烟可以买到2-3杯饮料吧？我觉得我听到的说便当，现在便当也要100多块，就差不多一包烟一个便当的钱那抽烟一顿饭的钱，抽烟又不会饱。我觉得应该，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是选便当了好，我在想说，大概分哪一个型第二个类型叫做消耗资源型，顺手拿、偷用。借东西不还，借一点小钱，我可能不是故意不还，但他可能忘了，然后就一辈子再也想不起来了。然后他们的特征就是，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比如说手摇饮，我今天点一杯50块的好了，50块
不会那么介意吧？搞不好有人会用很搞不好有人就很厚颜啊，你要 gay 搞哦。那你知道人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你是个好人，然后你一直长期默默的被偷占便宜，你后来为什么觉得很干？因为你已经累积一段时间嘛。对。那你已经累积了不知道几杯的手摇饮，然后因为你怕人家说你很计较，但是你又很干，可是欠钱要还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不能讲。是啊，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就是累计也差不多讲一下，然后他还你也应该啊，他凭什么要说你很 gay 搞？对啊，但是问这个有点像是把一个情勒吧，算情勒 PUA，耶，就是觉得说啊，我讲出来，你这种东西你也在跟我计较，你会觉得说啊，我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计较，这么几十块钱也在计较，这么小气所以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人蛮好，我们很多的听众啊、观众啊，都是蛮成熟、人蛮好的大人。但我就也讲过好几次，我说我们还是好人，但我们也要有一个尺度、一个限度，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一个怎么讲，他没有一个界限，然后就踩你底线，你干嘛让他踩？对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觉得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我会介意，一定会介意啊，谁不会介意？只是我没讲出来，表现出来而已啊。这可能大家怕得罪人吧，就是怕得罪人是一个，然后怕被别人认为自己小气也是一个。那以和为贵的前提之下，就会说啊，好啦，没关系，这几十块不是我付不起，就给你占一点便宜，没关系。那反正你这个人我也认清了。所以有一些人默默的被远离，被没有朋友，搞不好他自己都不知道。活该，真的，你活该。爱默默占人家便宜，其实你知道，人家膈应的、在意的，不是说那几十块钱，是你这个心态非常不可取，是那个 feel。对，就是你很不可取。你怎么会觉得说我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我们的人生真的一定都会交过这种朋友，我当然也有这种朋友啊。然后同事也是有看过，就算没有在我身上，我们旁边看也会觉得。那这边更小啊，我会这样觉得，没错没错。然后第二个类型叫做占用时间型，好，这个我觉得熊哥可以多讲因为这工作上常会遇到职场，比如说那种固定打卡。有部门好，或者是说可能公司规模大一点集团，有没有人的关系是真的蛮复杂。可是呢，帮忙不是不行哈，但是他占用你时间，帮个忙就好，一下下而已啦。他因为这样子2句话淡化他心理负担，但他造成你很大负担。对，就是他不用做他的他要做这些事，同样这个事情的时间就变成我要花这个时间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原本要处理的工作，就被往后推，那所以就变成，我搞不好会变成我自己的工作来不及完成啊，就是因为要帮你做这件事情。我的时间是我的时间，你的时间也是我的时间。我自己以前有遇过，以前我曾经就是有同事叫我帮他打卡，打卡其实对，然后你说很偶尔。就是有帮过啦，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待的是另外一个电台，我这样好像这个昭然若揭好，这个是过去的事情了。事实上我真的有帮忙这个我的下一个时段的同事帮忙打一下卡，但他后来的那个姿态让我觉得。他觉得好像我应该帮他打，其实我蛮不爽。后来我跟他讲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帮他打卡了。其实打卡这件事情，有些公司是比较很注重，是严重的，是严重的，因为这个跟牵涉到诚信问题。对对对，我有待过的公司是你帮打卡的，就是直接记警告1支的。可是我觉得是合理因为假设你每一次都不照正常的时间出勤打卡，你这是一种薪水小偷吧？是啊，对不对？是啊，而且很多，尤其是像传产啦，他就会他们的公司的整个的观念就会是你7点上班，他会期望你6点55以前就要到公司了。其实跟搭高铁一样意思啊。我今天7点开，不是叫你7点到对啊，7点就是开走了呢。没错啊，没错啊，对啊。但是我以前待过外商的公司，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严谨啦。就是因为他们算的时间我们是弹性工时啦。对。就是早上9点表定9点上班，但是你10点到。对。然后你一定是做到，因为你10点到，绝对是因为你前天加班嘛。所以你可以晚1点到。那你10点到，你一定是做满8个小时，你再打卡下班。那公司也不会因为你迟到或者是
早退，然后去扣你的薪水，但是每个公司都不一样啊，传产就会比较在意这个，因为你还是要先了解一下你的公司文化。那公司文化不一样，因为传产是时间到，大家一起开始做事，你不在，就别人没办法做事了，你懂我意思？就有时候是公司的差异是这样子，团体生活啦，没错。了解。所以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很受用，叫做呢，准时到就是迟到。对啊，所以其实你早一点压线，其实压线搞得很紧张。比如说像我有时候主持活动，我其实都提蛮早到，除非有时候有遇过，比如说台北去桃园，有时候一些时段塞车塞得要死。我曾经有一次大迟到一次，那一次我真的是铭记在心，就是我自己很介意说怎么会这样，但是那不是我的原因，因为高速公路的状况，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也是分享啦，就是说我们都早到是最好的，你可以稍微秋一点，你有些空间可以思考缓冲准备，没错，早点去那边吃个早餐也没关系啊，没错啊，然后你就不用很急忙，因为人真的很容易因为匆匆忙忙容易出错，比如说容易有意外，很多人不小心会跌倒扭到，为什么？因为他匆匆忙忙。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有男有女，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不对？对，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准时到就是迟到这句话，其实真的很受用，送给大家哈。没错。好，大家这刚刚也是讲说，就是有一些人占你便宜，就是占你时间。其实我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耶。对呀。然后救鬼姐借过，什么时候还过？你们从来没有还过吧？其实就是这个逻辑，但借过 OK，虽然借过没有还，但如果你找人家帮你，然后你再占用别人的时间，其实这真的非常的。其实这样也慢慢的得罪人了，我们都不想得罪人，但是其实你在找人帮忙的时候，你已经在默默得罪人了。没错啊，甚至是问个事情，我就要花时间来教你。对，我来就说明这个就是时间啊。对。然后还有一种人这我以前有交过这种朋友，后来我就远离他了。就是呢，转嫁成本型，就是把不要的或过期的给你。我遇过很糟然后，但是他这样，他就会觉得他低成本或零成本可以得到你的人情。你知道我真的遇过这种人然后他那个感觉就是，他也很想要享受那种好像你欠他人情，真是超不要脸因为他把人情做给你，问题是他拿那个快过期的东西给你用，那真的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说，是真的不知道，假不知道。我觉得知道应该不会吧，所以因为他不 care 啊。我跟你讲，占人家便宜的人，他就是他不 care 你。然后讲台语就是他不得拆小梨啦，对不对？好直好直白。国台语双声真直白，因为他不在意你们看法，但是他想要做那个表面。然后比如说，他觉得他好像在把不要的东西给你，又可以赚人情。那这样子，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垃圾包包？你这样等于我还要帮你丢垃圾啊！真的，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骑车骑一骑，然后反正就是出车祸这样。然后我们去台大医院看他，然后我讲的是同一个人，就是把过期的东西送给人家那个朋友。我觉得这很低级，你知道吗？他就这边送龟鹿二仙胶，是好东西嘛。然后他在那边跟那个伤者。跟我那个受伤朋友说，这很贵，这很高级啊，这个补骨头很好。就后来过期了，其实我真的觉得，朋友人都不错，就是放心里没讲。然后后来，因为我觉得你占便宜占到，因为他还有其他一些。让我觉得是很奇葩。你说很严重吗？没有很严重，我们也不计较。可是久了爱占人家便宜，真的会被人家唾弃，会被人家远离，不是没有原因。后来我们远离这一个送过期龟鹿二仙胶的朋友，然后受伤的朋友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我们就天哪，你已经伤那么重了，还送你过期的龟鹿二仙胶。对不对？对啊，这太 low 了。等于是没有送啊，你干脆不要送。他会觉得他不知道啊，他搞不好他也觉得说你不会发现，我只是好意你也用得到嘛。其实这个也是蛮不 OK 耶，不 OK， 真的都不 OK。所以我说我这样也提醒到大家有一些东西还蛮好的，给人家没有问题，但是看一下期限。对，搞不好你没这意思，但是你知道吗？收到的人感受绝对很差。对。那还有一个呢，操控情绪型，装可怜、装无知、装可爱、装幽默，
好，让你很难拒绝。熊哥，你一定超多可以讲。很多啊，你以前带人，你们办公室应该很多鬼故事。对啊，就是很多那种有女生的同事就会、熊哥帮一下忙，就是抓着手这样子。这样子你都帮忙了吗？通常都会男生嘛，都会愿意啊。只要我认为说这个东西不会占我太多时间，然后呢，又可以让他对我有好感啊，就会 OK， 好，来帮一下。很多就这样变工具人的，所以工具人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你们有缺工具吗？好，在这里，可以底下留言，工具人，工具熊。开玩笑哦，其实可是这样久了，其实也是会被说会啊，就是他就是到后面就会发现原来我是工具人。那我问你比如说你在职场上，你遇过那种装可爱、get 可怜、get 高追，然后或者是反正就是装傻之类，然后得到了资源的帮助，那后来这些人如何过得好吗？没有，很少有好下场的。而且有一句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最后的下场通常都是弄到别人没有人要帮他了，因为太多次了。再漂亮再可爱也会被唾弃吧？对，除非他找到，他就不断的找新的工具人。就是一个换到下一家公司之类的。所以工具人的学长们就看透了，但是也会不再帮他，也会不帮他，那他就会找下一个工具人，比如说新来的俩高铁，好像那种企业俩高铁，对，但是就以前的我们这些当过工具人的人，也不会说真的讲跟他说，你要小心他，然后把你当工具人，对不对？我们男生比较不会去讲这种话啦。那我觉得女生比较会，女生应该是比较会，所以最好叽里呱啦的，所以最好就是能做就自己做啦，卖好狼恭维啦，对不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呢，规避承担。规避承诺，比如说呢，我以为你可以，我以为你知道，对，我以为你知道，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刚好你在这啊。对，然后我衰嘛。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职场鬼故事，很多啦，不负责任，然后模糊承诺，对这一些的。他就说跟老板打包票没有问题，做得到，然后转一头说熊经理会处理。干你什么事？我就坐在现场，我说就现场被傻爆眼，对，傻眼，真的傻眼，哇，真的就是这样的傻眼，遇过这种。那怎么办？你那时候怎么回应？熊经理怎么办？熊经理只好看着他的主管不表态的，我只好说吞下来吗？我说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我们找个时间要其死真的当到经理了要死就一起死。以前刚入社会就说好我帮忙，当了主管，我们之前有讲过有一集有讲过这个就是背黑锅的这件事情。背锅啊！对，我说我不想来背这个锅，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来。对，你既然点名了我了，那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哇，你其实人还是非常好因为其实你可以就是都把它甩回去，但是你也算接了，但是也不让他好过。对，就会不让他好过，就是你该准备的资料准备啊什么什么的你要给我完整的 brief。完整的 brief， 所谓的 brief 就是你的这件工作要讲得非常清楚的来由是什么，你要怎么做，你有什么资源可以运用。你不讲清楚，我没办法帮你做。好人，打上字幕，你是好人，真的是好人，就不常被发好人看，没有啦。是好人啦，但是所以就被占便宜啦。但是好人，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一集的初衷就是，其实我们都好人，我们会看这一集有认同感，我们绝对是好人，但我们不能再让这些人滴水穿石占你便宜。你看为什么叫滴水穿石？你一定会觉得水滴这样滴呀，就不会怎么样，它是石头呢。对。女王头野柳
的女王头就是一种滴水穿石啊，有没有风浪吹石啊？他不是说什么女王头快要断了，快断了。你说岩石再怎么坚硬都经不起你这样每天这样子戳一点，每天这样戳一点，是，没错，是不是？没错。好，那我们来解析一下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哦。好，第一个就是说呢，他们选定目标了，比如说呢，可爱的女生就会选定熊哥啦，我只要装可爱、装无辜、装傻，你就会帮我了哟。我的天、啊！那这个会针对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比较重情义，好，然后比较有包容心，或者是界限比较可以模糊的人，好讲话的人。你觉得你是吗？我是啊。那你现在还是吗？我现在算吧，还是啊。太棒了，太棒了！我的个性就是很好讲话啊。那我想就希望天公伯啊，波比咱熊哥哦，尽量身边不要有这种人啦，好不好？好，波比我长命百岁嘛。波比你吃饱哩啊，波比你都没嘟丢下来笑哎。这样好不好？好，但还是希望就是你该拒绝，所以我们自己做这一集，但是我希望你自己也可以就是保护一下自己，会啦，不要一直被占便宜了。有，我现在就是有分寸啦，我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我就做不到，不要勉强，真的不会勉强，真的哈。像有一些人被占便宜，就是因为他太害怕拒绝别人，然后有造成自己的困扰，你干嘛要给这种人得逞啊？对不对？没错。好，第二种心态就是说小范围的试探。好，这个你一定常常有小小的请求啊，然后小小的占便宜，看你的反应，这样可以，然后他就慢慢那个扔头擒棍哦，对，比如说打钉了，把它打一点点，还可以再打，就越决越深了。从小事情开始，请你帮忙。然后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要越多。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口就是小小的，所以就是那种滴水穿石滴水穿石，就是看起来无害，久了这会变成你的阻碍。一个阻碍。对，然后还有呢，第三个，就是第二个的 plus 了。第三个就是循序渐进加码如果说你可以容忍，下次的请求就会更大咯。对啊，你有遇过吗？就是从小的，然后后来到越请求越大的，你有遇过吗？有啊，有借过钱的这种啊，比如说一开始是1000、2000的，再就是1万、2万的。他前面有还吗？前面有还因为比较少，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对，所以如果没有还的，就不会有下一次。我之前有讲过，对，有跟我借钱的，就是你不还了，那就表示这个朋友。但是他可能原本借的金额比较小，后来他发现，你好像蛮好讲话，就开始金额提高，提高了，提高到我觉得，我没办法了，就会婉拒了，对。哇，这听了会惊你。对啊。还有第4种就是情绪操控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他就吃定你不会不好意思，他就吃定你不会翻脸。你觉得你自己有被吃定不会翻脸吗？我吃定不会翻，有啦，有被吃定，或者说你有没有在职场上看过，就是对方觉得，就是他就觉得，反正你不会翻脸，所以我就继续占你便宜。有啊，这个是发生过啊，真的有没有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有趣的故事就之前有讲过类似的状况，就是他在会议里面嘛，就当着老板的面说没问题，我可以做，然后熊经理会帮忙，就用在这个我没有办法我在那个场合我要怎么拒绝？我不可能说你这些事情你交给你啊，你怎么要推到我身上来什么的？但我的个性是在那样的场合我不会当场拒绝，但是呢，我会在事后会议结束之后呢，我会跟他或是跟我的主管去讨论，说这一件事情我要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好，或者是他要我要去怎么反应，怎么去回应他。那有一些时候呢，是连主管都帮不了，因为在会议上我没有直接拒绝，他就跟我说：“你没在会议上拒绝，我没办法。”然后你就被占到便宜了，我就被占到便宜啦。那你后来有含扣吗？没有，就是咬着牙把它做完。我就咬着牙把它做完。我真的觉得以前请到你的人真的是福气耶，真的，
好辛苦哦。但还是希望呢，这么好的人不要一直被占便宜。尤其有一些，其实你说有交情吗？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但有的人他就是很敢。你以为只有力宏敢吗？没有，还有别的人，他们也很敢，很爱占人家便宜的人，他们都很敢。我觉得他们都很敢，他们看起来很无害，但他们都超敢的，对不对？都超敢，脸皮超厚的。对呀，然后熊经理，你这个对，你是内行的，你是专家啦，这个就交给你帮忙啦。天哪，这一集根本就是你的回忆录哎，因为第5个类型就是累积心理与资源优势。没错，对，因为他已经觉得你是资源，然后长期累积，他们也观察你，他们觉得你不会含客啦，你会吞尾啦哈。所以其实这后来有没有让你就是有受伤的感觉？后来有没有让你有意识到，然后做调整？你后来有意识到就做调整，就是有调整啊，就是跟他说，这是我的职责没有包含这一块啊，这个你的职责，这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是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这个这个工作的人，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东西交给我呢？而且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办公室外面，不是在会议室里面。没有，不是我们2个在场，所以就变成现场有证人。真的，我觉得，而且我就尽量的没有带情绪的去讲这一句话。觉得要自保，然后我们也是站在公司利益跟大家的立场，没错。既然要这样的话，好，我们也不就是。我觉得也是要拒绝啦，但是通常大家都是有一些利害关系的情况之下，好，比如说像你这样，也有证人，对不对？给大家参考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出来工作都很多不容易。其实像我以前我在购物台啊，其实我以前业绩是蛮好的，大部分业绩蛮好。然后你说我会有业绩压力吗？我觉得业绩压力对我而言真的其实还好，因为我可能这一档没有卖好，可我下一档我可以挣回来啊。对啊，我觉得人际关系才是最难的，是，对不对？是。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呢，被视为理所当然，好像刚刚讲的，就是你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呢，这个整个流程的最终目的就是呢，他认为他在这一个。比如说像有一些占便宜的，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我很可爱，装无辜，装可怜，我装幽默啊，大家可能就哈哈哈哈没事，但其实人家干在心里，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就会吃定的说，他就觉得你们不会计较你，因为你已经给他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一个长期，他们就会习惯，你被他摸透了，对，所以呢。被摸透其实也蛮可怕很可怕啊，对啊，哇塞，其实就简单一句话啦，这些人就是默默占你便宜的人呢，他们就是滴水穿石，靠的就是行为加心理的渗透，没错，把你吃定了，对吧？是。好，那搞得我拒绝你，好像我很小心眼一样。说实在，就算被说小心眼，很严重吗？小心眼还好吧，其实大部分的人当然不想被这样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但是你想想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人自己在想，比如说我杨凯涵，我怕人家说我小心眼，不管我有没有小心眼，如果还是有人觉得你小心眼呢，那就是小心眼啊。那我不管我有没有小心眼，我都已经被占便宜了，然后还被讲这话，那不更干？对呀，那既然都要被讲，干嘛被占便宜？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有没有就是有捅破这个窗纸的感觉？有哈，有。那好，来讲讲吧。既然呢觉得说怕得罪人而勉强被占便宜，所以请记得我们有一集叫做得罪了就得罪了哈。好，那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反击的方法，对不对？是。好，第一招呢，学会软性拒绝。比如呢，熊哥，比如说如何软性的拒绝？如何软性的拒绝啊？比如说，好像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没带钱耶。刚好我也要用对，我刚好我也要用，刚好我手头不方便，对，这个我常用。然后像我曾经也有，就是同一个人，就是送过期归路2仙交的那一个很爱搭便车。说实在的啦，我们给朋友搭便车是没有关系，可是他会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跟他讲我不是很顺路他就给我不高兴的脸这个就很明显了吧？不顺路就不顺路，你自己搭车不会怎样？对啊，所以我就说，其实你看起来这都小小的，不是说我们计较不帮，但是我们发现就是个 kimoji 问题。我欠你
我应该啊，你有付我薪水吗？你有付我薪水吗？好，我们不是说他计较，但是你发现说，哎呀，我对你都那么不计较，那你也不能那么理所当然。我是你的司机工具人吗？对不对？有啊，有常常这样子啊。对，然后还有啊，哎，那上次的钱还没有给我耶。其实你可以好好讲。对啊，大家一定有一点交情，一定有点交情才会好意思占你便宜嘛。对。但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情其实很不容易，真的不要为了那一种占便宜破坏，搞不好这个人可以是你一生的好朋友，你把他吓跑嘞。没错啊。对啊。可是我觉得会占便宜的人，通常不会想到那么后面，就不会想到这样，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爽啊，只顾自己爽，只顾眼前爽。对，就是短视近利。对，其实人家不是讲说什么人之间的感情啊，人情存折啦，人是要经营是没错。那你可能累积到一点点，那因为你占了一点小便宜，他跑掉了，这个人情存折也没，不是很可惜吗？对啊，对不对？要就干大的，借那一点，占那一点小便宜干什么？真的，开玩笑，占多一点便宜啊，对对对。好，那第二招哦，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建立一个交换原则。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低成本或零成本就得到你。好，比如说其实就是讲的低头，彼此互相对，就是我帮你可以，但下次你也要帮我哦，合理吧？对啊，你要这个不算计较吧？比如说这次，我不是你不是我北部呢，咱不是亲家呢，亲家嘛，现在清算账啊，要亲兄弟明算账，没错啊。说亲家卖给搞，其实很多时候人家给你占到一便宜，不要说占便宜，就是人家帮你。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本来就是要感恩，要互相啊，你要懂得知恩图报吧。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对方要求帮忙的时候，那你可以回答说好啊，那我下次怎么样，你也可以帮我吗？对不对？就是很自然的提出一个对等的要求。没错，对不对？可以。好，比如说朋友说，那可不可以跟你借车开个一天？那好啊，我明天搬家，你愿意帮我搬吗？这应该很难吧？好，举例啦。讲到搬家，应该大家都跑掉了。没办法，不方便。这个蛮不错的，软性拒绝不错，是不是？软性拒绝，我没有拒绝你啊，但是就是我也需要你的帮忙哦。对，你从来你以前都没有这样回人家过，对不对？没有我以前都会对，难怪。写起来的哈，你学会了吗？难怪被当工具人。有学会了吗？我跟你讲一个真的，女生真的不会爱上工具人。对啊，所以我觉得好，顺便帮熊哥征友，他是很棒的男生，很聪明，然后我相信你看节目都可以感觉得到。但是我觉得这么好的人，你这样把他做，对啊，我觉得你自己也要做一点调整啦，就是说，就是你这个东西，你的付出是值得的，你这样的帮忙它是有价值的，不是让人家就是像抽卫生纸一样。我让得到，然后我得到就把你丢了。我觉得我们任何人，像你这么好的人，像我们很多的在听在看的朋友们，其实你们很好，不要被这样子，不要被这些人当卫生纸一样使用。没错没错，对不对？好，那第三招就是反向操作。好，什么叫反向操作呢？就是主动的求助。好，比如说呢，对方啊，你有没有就发现有一些人吃饭的时候都没带钱？对啊，或者不够，或者是刚好就去厕所了，肚子痛。不然就是呢，我们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请不要说贵，我们请的吃的算不错，或者是贵，换你请的时候你就请很便宜，其实大家记在心里耶，其实这是失礼的，我相信人家也没有那么锱铢必较，说我上次请你一客1500，你也要请我1500哦，其实人家也不是说计较一定要，可是你不能差太多。现在我不太会请朋友吃饭的，就是现在大家跟朋友聚在一起会跟朋友聚餐的那些人都是全部 AA 制，就常常在一起，就我觉得 AA 就好，就全部都 AA 制，大家都讲得很清楚，这样不会有纠纷，不会有怨言，就不要什么这次你请，这次我请，对不对？对。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年轻一点的朋友比 AA 就比较习以为常，对。可是我发现年长一点，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叔叔辈的人，他们好像都很习惯请来请去。对啊。但是我有听过一些长辈，就是也会心里就觉得说，每次都是我请，他都没有出过一次，没有表态啊，这样，然后1次2次就以后就不会找他吃饭了。你知道我有一个长辈朋友也没有到很老，他现在大概
大概快60岁，然后呢，他有一些弟弟妹妹，而且你也知道，大家弟弟妹妹也都成家，因为我那个长辈朋友他是60的嘛，他弟弟妹妹也差不多。也很成熟的大人这样，然后他就说他们家里聚会啊，一起吃饭啊，然后他的弟弟妹妹们，弟弟妹妹不是也有自己的老公老婆吗？就是家族整个 family 很大一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当大哥请大家吃饭没有问题，可是他发现。大家觉得他出钱是应该的，然后还有一次他有一个小妹生日，然后就是全家弟弟妹妹们聚餐，因为他们爸爸妈妈不在，所以我这个长辈这个大哥朋友我很尊敬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很 nice， 听就知道个性很好嘛，会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然后大家请吃饭，可是每次都他请哦，然后其他人都不会有表示，他有跟我讲说，他很疑惑说，弟弟妹妹都这样子，他付钱是应该的。他问我说这样正常吗？我说这样不正常啊。然后他说其中有一次小妹生日哦，小妹就是很怎么讲，很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啊你要去买蛋糕啊，我生日怎么没有蛋糕？我们已经订了这个包厢的桌菜，那大哥处理买单，对不对？他跟大哥的反应是啊，我的生日我还有生日蛋糕也要买啊。就觉得这个大哥蛮辛苦，就得寸进尺啊，没错。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好多说。但我觉得应该就是但是讨论出来就是觉得这个大哥是很好大哥，很好大哥。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即使是亲手足，你看，我觉得这样也不行。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像因为温水煮青蛙，他们也被请习惯了哦。他们觉得反正去年大哥请，今年大哥应该也会请吧。其实大哥有时候手头也是有手头紧的时候啊，对不对？对啊，不是说好像我出钱，我应该我觉得我每一次都有钱，那我有钱我就一定要出给你爽。真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太习惯了，感觉那些弟弟妹妹就是真的久了太习惯了。而且我也蛮惊讶，说其实他们也都是蛮成熟的大人，也都至少也都40以上，或也。小妹应该有30几吧，对的。好，这样大概就这样。好，那再来呢，就是希望说给大家一些心得分享，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止损呢？我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啊，或者是真的蛮好的人，他不会这么忍心一直占你便宜。对，像我们2个搭档，我们就很互相。对啊，对不对？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这个友情才能够孤等嘛。任何感情都一样，男女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对不对？尤其是男女朋友。像比如说男生比较有能力或财力，可能他虽然出多一点，但是女生你也是要 feedback。我觉得那个 feedback 也是一个 kimoji，那也是一种爱的表达。那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公主，或者是你就觉得对方是仆人，一直在服务你，我不觉得这个女的或这个男的有多爱另外一半。对不对？就把他利用啊，当工具人，当司机。你现在这个好像很有不是我，我还好，我遇到我朋友，我老实说，我遇过的女朋友，交过女朋友都很好，都很棒。我觉得好人会跟好人在一起，对，所以你是个好人的话，不要再让他们占你便宜了，好不好？对，好，那我觉得不要用钱买友情啦，因为真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拒绝就离开，就假的啊，就是你买的是什么时刻？对，时刻3000梦长君，对不对？对，你没钱的时候，大家就拍屁股走人啦。对啊，那不是梦长君对不？对哦。然后学会给关系定价啊，比如说，就是朋友本来就是要分等级嘛。没错。那朋友本来，比如说你现在发现你30以上，你40以上，朋友已经很难交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互相啦，或者是价值观，或者是彼此可以讲一些有趣的死语，搞不好可以找到适合的朋友。反正呢，一句话，真的好朋友不会占你便宜，好吗？没错，他今天好像今天好像你可能帮他一些，但他一定会 feedback 给你，而且他真的好朋友会主动帮你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关系真的不行，你发现我们看破不说破啦，我们也不要撕破脸，但你发现这个家伙就是会送过期的龟鹿二仙胶之类的，你就把它降级，也不得罪。好，但是可能出现就慢慢疏远了吧，因为你也不会想要再跟他有什么互动啦。对啊，我觉得人交情就是互相啦，没错。价值交换也好，或者是呢，这个
王菲有一首歌叫做《匆匆那年》，她说人就是互相亏欠，其实 OK 啊。像有一些人就会说啊，我最不喜欢麻烦别人了，意思就是他也不想要别人麻烦他。是，可是讲这种话的人，其实都还有在麻烦别人，都在麻烦别人。对，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留意一下有没有讲这些话这种态度的人。那我是觉得说有来有往，因为我们毕竟人是群居动物嘛，有时候我们也是的确需要人家的帮忙，但我们要感恩嘛，我们 feedback 给人家是那再来，我觉得善良很珍贵，才不要变成别人算计你的筹码。对，没错。而且心理学中有一个叫做刺猬效应的说法哦，他说呢，就是人刺猬哦，在冬天会为了取暖，然后他们靠太近了会被彼此刺扎伤，所以呢，距离太远又会觉得寒冷，所以他们大概会抓30公分。就是刚好顶到，但是不会痛的距离，就是也不会刺到，但是呢，距离就像人有时候体温取暖有没有？就这样子有一个距离，但是又不会刺到对方，又可以互相取暖。所以我觉得刺猬效应被心理学家拿来讲成一个理论，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人再好，有时候也是需要点空间，就社交距离啊，对，就社交距离，不管是物理上的社交距离，心理上的社交距离，我觉得这个都要有。而且有时候啊，你太近反而会破坏原本的感情。对。你靠太近会变成每天腻在一起。除非你是夫妻，那就没办法。所以在 COVID-19 期间，不是说那时候陈时中部长不是讲说什么保持一个距离防疫有没有？对，其实他也是有他的道理在。没错没错。然后据说那一段期间，什么防疫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不能出门吗？对啊。结果有一个调查说，很多夫妻吵架吵到快要离婚，离婚率增加，就在 COVID-19 不能出门那段时间。你每天24小时腻在一起，真的很腻。所以这真的很人性，很 human nature， 很腻，真的会腻，真的齁。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心理学家讲的刺猬效应，可以取暖又不会彼此刺伤的距离哦。那我在想说，拒绝的话，有一些话我也许大家可以捡去用，拿去用哈。下次帮你，不好意思，我下次一定帮你。对，我下次一定，下次，对，每次都下次。其实这样他也不能怎么样吧？如果他还好意思跟你计较说你怎样讲，我觉得这就白目了，这个就摆明了，太过分了，这个朋友不用交了。对啊，没错。好，那么我想我们希望说彼此还是留一些体面，该拒绝就拒绝，所以你千万不要忽视那些滴水穿石的默默占便宜，对不对？那我们也希望说呢，我们可以在这么多烂人烂事当中全身而退。希望说今天分享的这一些破解滴水穿石、温水煮青蛙、默默占便宜这些人，我们破解这些东西，希望如果你还是一个被占便宜的好人，希望这一期可帮到你了。或者说我们现在也尽量不会，但是就觉得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真的是蛮好的。对呀，对不对？对，说以前帮你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你，所以我是好人，不代表你可以一直这样子哦。没错啊，就人要有分寸，要懂得知恩图报。是的，对，互相往来这才对嘛，才是人的互动的这个最好的方式。其实占人家便宜就是他只想要自己爽，我们也很想要爽啊，所以希望说我们多分享这些我们有过的心情，但是我们找一些方法，我们看破不说破，我们还是彼此留一些体面，那也但愿我们都可以成为呢越过越爽的大人，不是只有占人家便宜的人在爽哦。好，一起爽，一起爽哦。好，那今天呢就先到这里，然后如果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讲话太直白呢，那就请多包涵，下次见，拜拜。拜拜。